现在是有家不能回，究竟事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呢？说来啊，很多。这两天啊，我也想了很多，我也有做不好的地方，当然岳母也有没做好的地方。这两天呢，我都是住在车子里面，刚好就在村口这边有一块空地，旁边是一条大马路，晚上这里还是比较吵的。今天我依然是不能回家，刚刚我去城里面买了10斤羊肉，准备好好的犒劳一下师傅们。但是我给师傅们打电话，他们说叫我别回去了，回去了之后更不知道怎么办，怎么解决现在目前所遇见的问题。其实我前2天已经准备要走了，但是呢，考虑到岳父和岳母年纪这么大，我们当时争吵确实也吵得比较凶，他说了很多话，确实非常的气人。但是事后我想想，到了他这个年纪也挺不容易的。我呢自己一个人出来了，搬着我的睡袋、被子、衣服、鞋子全部都搬了，我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给师傅他们说，我说你们留在这里，把接下来的工作给做完，也就是把房屋背后的保坎全部给做完，还有之前买的那块地给它做好硬化。岳父呢还想把房子外面粉刷一遍，我也安排师傅给他全部做完。然后呢，我就说我在城里面等你们。过了2天之后啊，房子背后的副墙、副坡已经做好了。今天呢，师傅们早早的开始拉沙，给旁边买的那块地做硬化。早上我就接到了师傅的电话，他们说早在施工的过程当中，岳母呢又和房屋背后的那户人家争吵了，因为是地界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因为几根竹子，岳母就觉得那几根竹子要砍掉，要不然硬化了之后会掉下来很多竹叶。但是那几根竹子呢，背后的那户人家又说是他们家的，争吵不休啊。我想出面的，但是师傅他们都叫我不要出面，没什么好出面的，去的话争吵的会更多。然后呢，报了警，过星期一再处理这个问题。究竟怎么处理呢？现在也不知道了。到时候可能会重新的划分一个地界。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，接下来呢，师傅们就开始硬化这个地面。到了下午，地面硬化好了之后，师傅们又给我打电话，他们说岳母又和前面的那户人家争吵了。为什么呢？在硬化这个地板的过程当中，岳母呢就要把排水沟流到底下那户人家的房屋背后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以前这块老宅基地它的屋檐滴水，它的水呢是不从现在所流的这个位置走的，所以前面的那户人家就要求说，那这个排水沟不能流入到他们家的房屋背后。就因为这样的小事又争吵起来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我觉得如果相互的忍让一下，意思呢，我就按着以前的老排水沟去做排水，不往那里走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岳母她是比较好强的一个人，她是一点不忍让，所以呢又出现了争吵。我说我去解决，师傅们都说别去了，他们已经决定了，所有的工作没有做完也不做了，把今天的硬化给做完，然后呢把后面栏杆给装好，下午就清理东西，连夜我们就准备赶回湘西了。那我买的羊肉没有办法，我就放到镇上有家饭店，叫师傅加工，然后带师傅他们到那边吃饭。我们今天晚上就连夜赶回湘西。师傅们都说啊，不要让我过去了，再过去的话，那就是我拉着师傅他们回家。本来是他们自己不能在那里待下去了，
看到每天的争吵，他们实在做不下去了，他们要回家了。如果是因为我去，师傅他们再走，那这个样子岳母岳父会怪我一辈子。他们不想让我出面，就让我在村口这里等他们，然后他们把工作做完，跟着呢马上收拾行李，把工具全部上车，小胖拉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家。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个样子。确实可能我在视频里面拍的都是很祥和，都是其乐融融，但是呢那只限于我和师傅他们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我的岳母啊，确实一辈子他是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，凡事不能忍让。我看视频里面有很多留言说我应该要迁就他，忍让，相互的包容。确实我也想这样子去做，但是呢很多事情啊，真的不是你忍让了他就能够相处得好。每个人的性格有他自己的为人处事方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按着自己的意愿来强加于别人，一辈子的性格它是很难改变掉的。所以呢，在上一期的视频，我在开头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千万不能上门，切记。这句话我觉得在我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这个时候心里面是五味杂陈，想到马上要回家了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，我也很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完，但是师傅们谁都不愿意留在这里了，没办法。其实我的老婆她的女儿也给她说了很多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他们就和我们安安心心的在湘西那边养老就行了，何必还回来做这么多呢？是不是啊？其实他们这边的邻里之间关系确实比我们湘西我感觉难以相处得多，很难，不像我们那边，大家在印象当中都说我们湘西啊比较野蛮，比较霸道，但是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邻里关系反倒相处的好得多。这边啊，我觉得邻里之间非常难以相处，而且很多小事情别人会特别的为难。尤其我的岳母家，他们是唯独一家外姓的住在那里，别人都是姓杨，他们姓唐，所以呢在那个位置更难了。一直以来我都说那里的房子别去修了，能给它维持，换一下瓦片，修个卫生间，过年我们回来住几天就行了，别再去想那么多了。现在事情也做了，没有做完，钱也花了这么多，真的是说不出那种味道，太难了吧。那我就安心在这边等待师傅他们过来，待会儿呢带他们去吃饭，晚上赶夜路回家。刚刚出门的时候，他把所有人都骂了一个遍，尤其是小胖师傅啊，骂得特别的惨。现在我们换2个车，这样子坐，把行李放到我的车上。